鸚鵡螺是 Minecraft 1.2.11 裡新增的最強水下坐骑，它不僅能讓你在水下无限呼吸，還擁有高速衝刺能力。然而，許多玩家並不清楚該如何正確馴服它、騎乘它。但別擔心，在這個影片中，我將為你帶來一份 Minecraft 1.2.11 鸚鵡螺和將士鸚鵡螺的終極解析指南。首先，我們從鸚鵡螺開始說起。鸚鵡螺是一種水生生物，在還沒有被馴服之前，它屬於中立生物，不會主動攻擊玩家。當你靠近它時，只要手上拿着任何魚類或者是裝着魚的水桶，它就會在10格範圍內主動跟隨你。鸚鵡螺的生命值擁有15點，相當於是7顆星半，但是它沒有任何附加值。在普通難度下，它的攻擊力只有3點傷害，所以它並不是一隻用來戰鬥的生物。在生成方面，鸚鵡螺会生成在幾乎所有海洋生物群系中，包括普通海洋、深海、冷海、温海，甚至連冷冻海域也能找到。它們通常生成在高度38到58之間，有時單獨出現，有時會以2到3隻成群生成。在基岩斑中，還有10%的概率會生成幼年鸚鵡螺。當我們攻擊鸚鵡螺時，它也會短暫反擊。平時也會利用衝刺攻擊附近的河豚，但整體行為偏向於被動。如果你想馴服一隻鸚鵡螺，方法其實非常簡單，你只需要準備河豚或者是裝着河豚的水桶，對它餵食，就有概率馴服成功。馴服之後，你可以用任何魚類或者是任何魚桶幫它恢復生命值，也可以進行繁殖。如果是幼年鸚鵡螺，自然成長需要20分鐘，你也可以对它進行餵食來減少它的成長時間。當鸚鵡螺被馴服並且裝上岸之後，你就可以直接騎上它。騎上鸚鵡螺時，玩家會獲得一個非常關鍵的狀態效果，叫做鸚鵡螺窒息。這個效果會讓你在水下時氧氣條完全暫停消耗，也就是說，只要你騎在鸚鵡螺身上，你就不需要再浮上水面換氣。不只是這樣，鸚鵡螺還擁有衝刺能力，只要按下跳躍鍵就能向前衝刺，長按的話就能衝得更遠。當你在接近水面的地方衝刺時，它還會帶你短暫躍出水面。即使落在陸地上，鸚鵡螺也是能被掌控，但是它的移動速度會明顯變慢。鸚鵡螺擁有2個專屬裝備欄位，一個是鞍，另外一個是鸚鵡螺鎧。這裡要提醒你一點，鸚鵡螺鎧是無法進行合成的，無論是銅、鐵、金、鑽石還是下界合金版本，全部都只能透過探索獲得，像是沉船、海底廢墟或是埋藏寶藏的寶箱都有概率開出。也因為這個原因，高階的鸚鵡螺鎧其實非常稀有，尤其是鑽石與下界合金版本，你可以直接手持裝備對它進行使用。或者在骑乘它時，打開它的物品欄進行裝備。如果你想取出它的裝備，你可以直接從物品欄移除，或者是利用剪刀對它進行使用。第一次使用剪刀會卸下鸚鵡螺鎧，第2次使用才會移除鞍。和馬鎧一樣，鸚鵡螺鎧本身是沒有耐久度的，也就是說，無論它幫鸚鵡螺鎧擋下多少傷害，護甲本身都不會損壞，也不會破碎。接下來我們要聊到第2個重點，也就是將士鸚鵡螺。將士鸚鵡螺是鸚鵡螺的不死版本，它同樣是水生生物，但在分類上同時被視為怪物與動物。它的生命值同樣是15點，相當於是7顆星半。護甲值的話依然是0。說到生成方式，將士鸚鵡螺並不會自然單獨生成，它通常是會以一種特殊形式出現。在加瓦版中，當一隻手持3叉戟的逆獅在非河流生物群系中生成時，有50%的概率會騎在將士鸚鵡螺身上生成。這個組合被稱為將士鸚鵡螺騎士。如果是在基岩版，海洋類的生物群系中有小概率額外生成2到4隻的逆獅，而將士鸚鵡螺會作為其中1隻的成年逆獅的坐騎生成。它們可以生成在各類的海洋生物群系或海底廢墟中。如果你到了溫暖海洋群系，你還能看到不同的珊瑚將士鸚鵡螺版本，這是只有在這個群系中才能發現到的将士鸚鵡螺。當逆獅仍然騎在身上時，將士鸚鵡螺會被視為敵對怪物，並且行動完全是由逆獅來操控的。
但只要擊殺逆獅，或者是讓他們分離，僵屍鸚鵡螺就會立刻變為中立生物。這時候，它就可以被玩家馴服並騎乘。這裡僵屍鸚鵡螺還有一個特點，也就是在基岩版中，逆獅總是能騎上靠近它且未被馴服的僵屍鸚鵡螺。只有僵屍鸚鵡螺足夠靠近逆獅，它才會騎上。如果附近沒有僵屍鸚鵡螺，它是不會主動尋找的。馴服僵屍鸚鵡螺的方法和普通鸚鵡螺完全一樣，同樣是使用河豚或者是使用河豚桶，每次餵食都有概率馴服成功。不過這裡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差別，僵屍鸚鵡螺在遊戲中是無法進行繁殖的，即使已經被馴服，它也不能通過餵食來進行繁殖。如果你想獲得多一隻僵屍鸚鵡螺，唯一的方法還是需要在遊戲中尋找新的僵屍鸚鵡螺骑士生成。作為不死生物，僵屍鸚鵡螺也具備完整的不死特性。它會被瞬間治療效果傷害，卻會被瞬間傷害效果治療，不會受到中毒與再生影響，並且會被亡靈殺手附魔克制。在白天暴露在陽光下時，僵屍鸚鵡螺也會開始燃燒。不過只要它穿戴着鸚鵡螺鎧，就可以完全避免陽光燃燒。這也是為什麼鸚鵡螺鎧對於僵屍鸚鵡螺來說幾乎是必備裝備。最後一點要提醒你，僵屍鸚鵡螺在水中的游泳速度比普通鸚鵡螺快大約10%。如果你追求的是穩定、安全以及在水下探索的話，普通鸚鵡螺已經可以滿足到你了。但如果你想要更快的移動速度，不介意花時間去尋找它，那僵屍鸚鵡螺是一個非常棒的選擇。